泄露一个天机给你。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，四面八方的钱都会源源不断流向你。有理论，有实操，请耐心看完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赚不到钱或者存不住钱。其实金钱在我们这个物质维度是一种磁场的表现，而磁场的本质就是频率的振动，频率越高，磁场越强，也就越吸引金钱。所以金钱作为一种磁场是需要流动的，它有属于自己的运行法则。希望每天给自己增加进账势能。评论区留言：我比我想象的还要有钱。第一个法则，让别人挣到钱，你才能得到更多的钱。这是先舍才能得，先付出再收获的道理。买东西的时候砍价不要太狠，要让别人能挣到钱。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快还债。第二个法则，占便宜等于吃亏，不该拿的拿了，不该得的得了，一定要加倍还回去，这是业力法则。第三个法则，慷慨的付出，坦然的接受。有的人只能接受，不能接受付出。要知道，付出其实是付给自己。第四个法则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财神，即便是你付钱给对方，你一定要记得对方是你的财神。你付了钱换来了他的产品服务，要对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提供服务。第五个法则，将内在的匮乏交给神，你获得自由。发现自己担心金钱的时候，要大声地对你的神说：万能的神，我将内在的匮乏交给你，我获得财务上的自由。重要的是要完全地信任你的神。如果又想富有，又为没钱而担心，那你是不会有钱的。第六个法则，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说话，注意你的语言和念头，消除那些穷人的念头。要很辛苦才能挣到钱，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。我总是没钱，时刻保持正念。第七个法则，出于需要而不是占有。别人送给自己某样东西，虽然自己并不喜欢或并不需要，因为是白来的就收下来，这个东西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价值，它在你那里就是负能量。第八个法则，喜欢囤积是内心匮乏，看到打折就有购物欲，原计划买一个，但担心不够就多买几个，点2个菜就够了，偏要再多加几个。这体现的不是富有，而是内心的担心和匮乏。第9个法则，你值得拥有美好，去试着做一些你不曾做过的美好事情。你的美妙的晚餐，美丽的鲜花，做个美甲，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。用一件件小事开启你向内探索的记忆，唤醒你新的活力，找回你的灵性。你内在频率对了，内在磁场高了，财富就会像潮水般涌来。你知道吗？金钱和水一样，拥有流动的能量。赚钱少的人，财富通道堵住了，
一滴一滴的，进账太费力了。赚钱通道畅通的人，就像瀑布一样直泻而下，气势磅礴。财富通道被堵住的人，是心被堵住了，于是优柔寡断，犹豫不决，一点点小事都在那里无限内耗，花每笔钱都抠抠搜搜。于是财富也是如此的频率，不愿意往他身边来。财富永远与你的能量相匹配，你的能量有多高，你的财富就有多丰盛。财富是物质世界的，能量是精神世界的，二者相互转化，相互影响。那么平时该如何养好自己的磁场，如此才能持续不断接住财富呢？养磁场第一步，断舍离。除了我们物品上的断舍离，也在于我们圈子和思维上的断舍离。比如在圈子上，不要让爱招惹是非的人在我们的圈子。有的人他习惯非常容易惹事，比如不会说话，总是对人，出门在外没有礼貌，语气很冲。招惹是非的人，爱背后议论别人，爱八卦，爱掺和别人的情感问题。这样的人要赶紧断了链接，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就会被影响。以前在我听到一个故事，我都会觉得是别人对他不好，后来我明白了是这个人的问题，他让自己身边都是危险品，他让身边的圈子都是惹是生非的朋友，他不懂拒绝，不懂断舍离，那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。养磁场第二步，每天浸泡大自然。当你晒晒太阳，微风拂过脸颊，满眼都是绿意时，还有什么不开心呢？每天多浸泡大自然，多晒背，日行1万步，你整个人的状态会特别积极向上。人无意识时会比较懒的，如果你一直在家，可以待1周都不想出门。人越不出门社交，状态就会越差。人不可有霉相，所以一定要出门。你出门了，状态就会好，心就会慢慢打开。心打开了，好运和机会都会进来。养磁场第3步，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。当你闲下来，杂念就多，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觉得自己没做什么，但就是很疲惫，因为你的精神消耗太多了。大家的消耗一般在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在手机上，手机不断偷精气神，偷注意力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自己所输入的信息。其次在于自己的内耗上面，你的胡思乱想，你的担心，你的忧虑，都是在耗自己。所以闲的状态烦恼就会多，必须定下来，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，才可以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养磁场第4步，每天播下好种子。你每天给多少人带来了希望，自己种下了多少颗好种子？有没有去鼓励别人？有没有赞美别人？有没有尊重别人？有没有对别人有耐心？
同时也反思自己有没有种下坏种子，有没有不尊重别人的建议，那你就是种下了坏种子。有没有让别人尴尬，有没有种下了啰嗦的种子。5. 养磁场。第5步，让自己玩得开心。你不舍得钱给自己花，那钱就在你这里停止了流通，那你就不会赚得更多。赚钱的人必须得会玩，如此你才会保持对生活的激情，对生命的热爱。天天去玩和每天不玩都是2种极端，一种太闲，一种太累。人需要每天有事做，又懂得奖励自己。人在玩的时候会容易变回灵性十足的小孩，同时你在玩的时候状态非常放松，财富来得会更快。特别是自由职业者们，你会发现自己开心的时候，是不是财富就从4面8方而来呢？好好做这些事情，养好我们的磁场，让自己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，财富就快马加鞭而来。有缘人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越是影响我们的命运。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能量场，只是有的人能量场是正向的，因此持续为他吸引来财富与机会。有的人透露出来的能量场是负面的，所以吸引了很多相同频率的事情。他内心恐惧比较多，恐惧的事就会发生。内心的匮乏比较多，现实的匮乏就会显现。你的内在装满什么，外在就呈现什么。如果你的内在装满了嫉妒、委屈、怨恨、恐惧、怒气，那么生活里所发生的每件事都会点燃你的内在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事让你生气，其实不是事的问题，而是心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内在装满了感恩、幸福、美好、祝福、包容、赞美，那么你所遇见的每件事都让你觉得哇，自己好幸福，好幸运，会经常感恩自己遇到了很好的人和事。其实那是因为你的内在很好，你的心很美好。我们每个人遇到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，区别就是每个人内心装的东西不同，所以碰上每件事的处理模式就不同。如果内心是炸药，当你遇见火会发现易怒、易炸；如果内心是水一样的平静，你遇见火会浇灭火，让这件事成为了助力你的因素，而你的内在丝毫不受影响。所以想变富，先去清理内在的有毒模式，清理内在的杂质，如此把那些不好的去清空，才能让财富猛烈流进来。清理过去的低水平重复，清理那些耽误你赚钱的认知与行动。不要总是学习，而行为未发生改变。如果只学习不行动，就是自嗨，无法对你的财富增长有帮助。人总是习惯重复过去的行为，却期待得到新的结果。你每天都吃差不多的食物，也不去锻炼，体重怎么可能会改变呢？你每天都做差不多的事情，不去增加新动作，
怎么会迎来收入的增长呢？但是人总是容易被打回原形，这是肌肉里的记忆，导致总是在无意识中重复过去，而且刚开始是靠意志力坚持好习惯的，但意志力很容易就被击垮，再次重复过去。所以大多数人会出现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自己学习了很多，但行为不发生改变，另一种是自己知道这样做提升不了业绩，但又只会这样重复。在这个阶段，必须借助外脑的支持，帮助你重建新习惯，在外脑的陪伴和支持你，养成新习惯的建立。觉察到自己又想回到过去时，外脑会及时帮你拉回来，如此你就会建立新的行为，坚持新的行为，得到新的成绩。二、清理对有钱人的负面评价。如果你习惯性看到一个人有钱，就认为他们家有钱，他们家有背景，那么你就错误归因为自己家没钱，所以自己也没钱很正常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钱，就认为他肯定用了不道德的手段，认为他抢了别人的权益，认为他的有钱都是建立在对别人的剥削上面，那他的钱很不干净。当你这样想，你也不敢去赚钱，不敢去有钱，因为你认为自己有钱，别人就痛苦。你为了不让别人痛苦，所以自己不敢有钱。而事实上，有的有钱人小时候很穷，正是因为小时候苦过，所以唤醒了他赚钱的渴望，因此加速了自己的觉醒。一个人白手起家很正常，一个人靠自己能力买房买车，在这个时代很正常。当父母没办法帮你时，应该过早清醒，并且提前为自己规划好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白手起家的有钱人，很多有钱人赚钱都是帮助别人后赚到钱的，别人给他钱时很开心，很感恩，因为他帮别人解决了问题，他帮别人缩短了时间成本，他帮别人少走弯路。只有你这样去看待有钱人，自己才敢成为有钱人。其次，不敢成为有钱人，你总是把自己想得很坏。比如这个产品你用了很有好处，你想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为了赚他们的钱？于是想想就觉得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因此别人没有得到好产品，你也没播下分享的好种子。只有你发现身边那个朋友花钱买了一堆产品，但是效果又不好时，你又后悔，要是我早点给他分享就好了，他就不会花很多冤枉钱。要知道，每个人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小确幸，有的人很擅长考试，一考就通过；有的人很擅长育儿，自己家孩子从不去医院打点滴，都是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孩子的发烧积食问题。有的人很会变美，自己琢磨了不少变美方法。有的人发现有一款产品，自己用了特别好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一个人自己受益并且能赚钱的地方，必须分享出去，传播善的力量，别人受益，
你也积累福报，让别人少试错，也是你的成就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肯定有一个地方是自己的优势，能给身边人带来美好，带来幸福。我们必须传播出去，才是做了好事。所以你一定要清理对有钱人的不好认知，拔除那些毒刺，才敢成为有钱人。当你清理了有毒模式，让内在的美好越来越多，你的内在就是金钱磁铁，让财富猛烈流进来。只有你的感觉好了，磁场就好。想让你的感觉越来越好，那就向内寻求心灵的改变，而不是向外寻求物质的满足。越向内探索，你越富足；越向外抓取人，越匮乏。向内改自己的心念，让内在播种善的种子，开出芬芳美丽的花朵。通过改变心灵来改变人生，心念转了，那些痛苦就不算什么事。心若改变，态度跟着改变，态度改变，你的习惯跟着改变，习惯改变，性格跟着改变，性格改变，人的语言跟着改变，一切都在越来越好。同理，你也可以通过语言来塑造习惯。比如你天天喊着钱什么时候会来，那就来得慢，因为你会活在追逐中。如果你说我此刻就活在富足里，财富自然知道回家。你的心灵就是财富的家园，你的磁场决定了你在吸引什么段位的人和事。一个持续有好运的人，他会和抱怨者、内心黑暗的人保持距离。一个财运很好的人，他会远离负能量的朋友，不要让他们给你灌输钱很难赚的潜意识。远离总是激怒你，把你拉回到过去的那个人。如果总是活在过去，过去就是你的未来。所以不要总听别人告诉你，别忘了你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你不会变好的，别折腾了，那不属于你。当下把娃带好就行，那些灭掉你希望的人都要远离。一个人让自己运气越来越好，财运越来越好的过程，他要不断用正向的人和事，正向的语言系统，正向的价值观来激励自己。他要感受过美好，体验美好，才会认同自己以后都要过这样的生活。学会对自己说，一切都没关系的。孩子把碗摔碎了，你会先把他骂一顿，还是会先安慰，直接解决问题，告诉孩子这没关系？对待孩子的仁慈，投射着你对自己的仁慈。如果你对自己苛刻，就会严厉批评别人；如果你允许自己，就会放过别人。所以学会对自己说，一切都没关系的，心态就会松弛，不会事事紧张。我不对自己失望，只会给自己多多的鼓励。人习惯了对自己失望，但是不会给自己赋能鼓励。当你不会给自己赋能，就看不见自己的本自具足。遇到一点小事，就不会想着先去解决问题，而是遇到事情先把自己的心态攻击一波。
也就是外面的战争还没打过来，自己内讧就损失了战斗值，内在没有自己的支持系统。为什么遇事会先攻击自己？因为从小是被这样对待的，习惯了犯个错误，先等着家长把自己骂一顿，于是长大后并没有改变这样的模式，演变成对小事抓着不放，对大事又潦草结尾。从现在开始，多多鼓励自己，和自己站在一起，所有的暴风雨都不可怕。3，不要去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，而是学会去爱当下的自己。很多时候，你经常拿理想中的自己来攻击现在的自己，觉得自己应该做得很好的，应该就长那个样子，事情就该那样发展。一旦差距比较大，就对目前的自己深深批判，越批判，离理想的自己越遥远。而这个中间的差距需要过程，需要时间，所以就会导致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但是目前做不到，看别人说的觉得懂了，而自己做起来又不懂。现实与理想之间，要慢慢鼓励自己，把你的理想拆解成不同阶段。目前触手可及的是什么？先给自己一些正反馈，就像学习钢琴的时候，是分级别的，不可能直接到10级，你需要先完成1级2级，找到一些正反馈，给自己往前去走的信心，爱上当下自己，给他力量，如此就是玩游戏的快乐闯关心态。4，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，前提是你需要智慧地引导自己。如果每天不去思考，如果每天都是随大流，如果每天盲目跟风，那就不会主宰自己的命运。首先提升对自己的觉察力，自己每天的安排经常被打乱吗？自己的计划总是半途而废吗？被打乱很正常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干扰太多了。关键是有的人被打乱后能够及时把自己拉回来，有的人被打乱后就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比如减肥的中途总会遇到聚餐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打乱了减肥的节奏，很多人就又放弃了，开始继续大吃大喝。比如你打算上午写文章的，但是孩子需要你，节奏被打乱了，于是这一天就没产出。生活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，你只有去训练把自己拉回来的能力，提升觉察力，才能时刻把自己拉回来主战线，拿回主宰自己的力量。5，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修心改变命运，只使用富足喜悦的人生剧本。为什么成年人不相信自己未来能赚到钱，能过上美好生活，不去为了美好生活而拼搏？背后是负面信念太多了，脑子里的有毒思想太多了。比如认为阶层已经固化，普通人的努力无用，认为过去的失败都是自己的命运，无法用命运抗争，认为原生家庭不好，所以变富很累，
认为当下月入过万都难，以后怎么可能年入百万？而每天生命力旺盛、行动力满满的人，他怎么想？他认为自己有没有钱和原生家庭无关，和大环境无关，和阶层固化无关，能否有钱只看你信不信。你相信自己会有钱，行为就会变得和有钱人相近。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修心改变命运，每天就会精进，命运自然会发生改变。6，我可以重启人生，我的未来有无限可能。很多人想重启人生，于是觉得另一半不配合，孩子不听话，无能为力。那么最核心的，你把自己搞定了吗？对身材满意了吗？对每天的状态满意吗？对收入满意吗？当我们把自己管好了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，孩子自然会听人生建议。重新制定你的目标，今年最后几个月希望拿什么结果？把想过的生活写下来，在哪个城市，在什么地段，每天醒来都去做什么事，当下身边有哪些可以抓住的赚钱机会，每天要抽出多少时间，希望3年后对自己说什么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当下你就可以按下重启人生的按钮，为自己重新活一次。评论区为自己赋能，重启吧，我的喜悦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